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號，今天是星期一。好，我們來學習新 HSK 第3集的詞彙。好，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的工作。那麼你也可以多多留言啊，不管是直播課的時候或直播課之後，可以在留言區裡面留言或提問哦。好，那麼今天呢，我們來學一個重要的單詞哦。今天的課比較簡單，有時候我們壓力不要太大，學中文啊要快樂輕鬆，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哦。好。那麼今天我們要學的詞彙呢，叫做紀念。紀念，好，這個詞彙呢，好像日文也有這個詞彙，對不對？哦，不過寫法好像不太一樣哦。好，紀念，好，那麼我們看一下紀念這個詞應該怎麼用呢？好，那麼什麼叫紀念？它可以當名詞，也可以當動詞。紀念就是你為了記住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情，那麼你可能會表達你的懷念或者尊敬。那各位同學，如果你要紀念某一個人，你可能會蓋一個紀念碑。對，日語的話應該是言字旁，對不對？不過在中文有一點不一樣哦。那通常你會紀念一個人或一件事情，表示這個人或這件事情對你來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會常常的想起他，覺得這件事情很值得回憶，或值得懷念，或值得尊敬啊。好 ，OK，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例句。他寫了一本書紀念他的父親。好，所以大家會發現如果你要紀念一個人，你可能會做一些事情，比如說這個句子裡面，他就寫了一本書，那有的人呢會蓋一個紀念碑，那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日子很重要，他設定了一個日子來紀念這個人或這件事情。所以我們中文呢有一個詞彙叫紀念日，紀念日就像 anniversary 紀念日，比如說你跟你老婆、你跟你老公結婚的那一天很值得紀念，對不對？所以那一天是你們的結婚紀念日 wedding anniversary， 因為這一天很值得你們記得然後你們到了這一天之後，你們可能會做一些事情來慶祝好，這個叫紀念日或紀念碑。紀念碑是一個建築，這個建築物可能上面會寫這個人或這件事情好，那麼這個人他寫了一本書來紀念他的父親那各位同學，這個人可能是什麼職業呢？你們想一想，這個人寫了一本書紀念他的父親，那這個人的職業是什麼？他是 writer， 中文怎麼說 writer？ 中文要怎麼說？他是一名作家，很好，林子很棒。好，他寫了一本書紀念他的父親，那他可能是一名作家作家。好 ，OK， 我們看一下紀念，我們來看看這一題，他們蓋了一座雕像，什麼什麼這位英雄。好，這題很簡單，對不对？好，那各位同學，我相信在你們的國家一定會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值得尊敬的人，你們會做一座雕像或蓋一座雕像來怎麼樣讓大家記得他的名字，還有他做了什麼事情，對不对？对，碑是這個 monument， 對，memorial monument， 对。好的，
答對了，這題太簡單了哦。他們蓋了一座雕像，紀念這位英雄。這位英雄他保衛國家，可能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是值得尊敬的人。我們蓋了一座雕像，紀念這位英雄。好，所以你要紀念一個人，通常你會做一件事情，可能你會設定一個日子，可能你會寫一本書，可能你會蓋一座雕像，可能你會做一些事情，讓大家記得他，哦。好，我們往下看。我們中文有一些搭配是很有意思的哦。我們可以說當作紀念，留作紀念，或者你可以說留念。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為了讓對方記得你，或記得某一件事情，你會送給他一個禮物。那對方收了這份禮物之後，他就會想起你，你就可以說，比如說這裡有一枚戒指，這枚戒指送給你留念。什麼意思？留念就是這枚戒指我送給你以後，你拿着這枚戒指就會想起我了，會想起這件事情了，所以這個叫留念，或者當作紀念，或者留作紀念，就是你給對方一個禮物，你希望對方記得你，記得這一次的經歷。好 ，OK， 好，我們看一下例句。這張照片送給你當作，很簡單，對不對？這張照片送給你當作紀念。好，我們的答案寫紀念就可以了哦。好，這張照片送給你當作紀念。好，我們寫紀念就可以了哦。好，或者呢，你可以說，好，我們就這樣子吧。你可以說這張照片送給你當作紀念。24K 金的24K 金的戒指，或24克拉哦。好，這張照片送給你當作紀念，可以。這張照片送給你留作紀念，可以。這張照片送給你留念，也可以。好，那你給對方的東西就是照片。那如果你比較有錢，你可以送對方一枚戒指，好的，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哦。好，那當然你希望對方記得你，所以你才會送給對方禮物當做紀念哦。好 ，OK， 我們再往下看。好，廣告時間，請幫老師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每個月$2，請老師喝杯咖啡，成為我的小土豆。好，歡迎新同學老 Fendi 不好意思，我不會念你的名字哦。好，我們看一下，關於紀念呢，有很多相關的詞彙，老師先念一遍。來，紀念日，紀念日就是那一天是值得你們懷念或記得的日子。我們可以是結婚紀念日，或者那一天對你的國家很重要，也可以是紀念日。好，所以不一定是結婚，可能对你的國家很重要，那這一天也可以是紀念日。好，紀念碑。好，一般來說紀念碑應該都是像這種高高的一種建築物，我覺得啦，紀念碑它也可以是真的是一塊碑，可能上面會寫字紀念碑可以是高高的那一種也可以真的是一塊碑，上面寫着字好，再來紀念品，這個詞大家一定要記得，你們去旅遊的時候一定會買一些那個國家的紀念品因為你很難得可以去那個國家一趟，所以你會買一些紀念品回來留念。
每一次你看到這個紀念品的時候，你就會想起這一趟旅行所以這個叫紀念品。你也可以買一些紀念品回來送給你的親朋好友紀念品紀念品。好，我們看一下這一題。廣場中央有一座高大的什麼？春嬌喜歡買紀念品藍墨喜歡買紀念品好，不過有的時候紀念品真的蠻貴的好，各位同學看到這種高高的建築，我們都叫它什麼？答對了，紀念碑紀念碑。廣場中央就是 in the middle in the center。好，廣場中央有一座，好，記得我們的量詞我們用座，有一座高大的紀念碑，很好。好，來這一題很簡單中央跟中有區別嗎？廣場中，我覺得中央更強調 center 中可能是中間 in the middle of， 也有可能是中央，所以中的話可能是 middle， 可能是 center， 但是中央一定是 center， 有一个区域的正中央我們中文會說正中央 right in the center， 正中央。那中的話可能是有3個人他在中間的感覺好明天是我們的，這題太簡單了，結婚紀念日。各位同學，我想問你們結婚的同學們，你們真的記得你們的結婚紀念日嗎？我覺得男生可能都不會記得，女生應該都會記得。女生對於結婚紀念日這種事情會特別的在意，所以女生應該都記得，對不對？我覺得男生可能都會忘記喬馬想忘記，你還沒有結婚呢，喬馬好，我們的正確答案是明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答對了，明天是我們的 wedding anniversary， 結婚紀念日。好，非常好好，林子說我忘了如果是我啦如果是我會記得理查老師如果結婚的話，我會覺得這一天很重要，我不會忘記，我會把它寫在我的行事曆上面，或寫在我的日曆上面避免我會忘記，以防我會忘記。但是呢，我覺得這一天蠻重要的，這天也很值得慶祝。可能你可以帶你的愛人，帶着你喜歡的那個人，帶着你的另一半去高級的餐廳吃一頓飯，燭光晚餐，那很好雅玲說她記得她爸爸媽媽的結婚紀念日快到了中心用在專業上不，口語中也可以用，口語中也可以用。好，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題。我去台灣旅遊買了很多，這題太簡單了。我去台灣旅遊買了很多。好，你到一個國家去旅遊，你一定會買很多什麼？它可能是吃的東西，可能是手工藝品，對不對一般來說我們還可以說伴手禮在台灣可以說伴手禮伴手禮，好，也可以說紀念品。一般來說紀念品不是吃的，一般來說紀念品是手工藝品，可能是小包包、木雕或者勳章之類的徽章、勳章之類的，一般不是吃的這個紀念品一般是手工藝品，不會是吃的東西不是吃的東西好，我去台灣旅遊買了很多紀念品，非常好。對，在台灣也可以說伴手禮，伴手禮好，那伴手禮一般來說就是你去拜訪重要的人或親朋好友的時候，你會準備的禮物，這個叫伴手禮
那紀念品一般來說是你到一個新的國家，你會去買一些可以留念的紀念品啊，對，伴手禮哦。好 ，OK， 各位同學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話，這個記得今天的詞彙哦，紀念日、紀念碑、紀念品、留作紀念、當作紀念、留念。好，今天的課就到這兒。好，老師可以早一點休息。明天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Hello， 月瑩。那喜歡聽故事的同學，明天請準時來上課哦。好，大家晚安嘍，拜拜。